人性最大的真相是什么？人这一生最可怕的不是别人看不懂你，而是被看穿。你越想掩饰什么，别人越能顺藤摸瓜。你说我没事，他们听的是我很慌；你说我还好，他们懂的是我快不行了。这些能看穿你的人不是神，他们只是懂得用你给出的线索去拼接一副完整的你。这背后其实是一场心理的博弈。阴药篇它不是教你看相，而是教你如何看穿一个人，又如何通过这些观察操控他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本书里的套路今天依然无处不在，在职场，在感情，在生活的每个角落。如果你不想继续被看穿，甚至学会反套路，那就跟着我拆解它。我先拿出书上的这一句，你该如何面对呢？且看：喋喋问此见，定然此见缺。平凡问原因，其中定有因。满口好对好，久居高位。连声是是是，出身卑微。我们先看这句：满口好对好，久居高位。嘴上说为你好，看似关心，实则收割利益。你好我好大家好，表面平衡，暗中算计。这第一种嘴上说的为你好，就像领导对下属说：你奇葩呀，加班任务就交给你了啊，我是为你好啊，想让你多锻炼锻炼。这个时候李奇葩的内心活动大概是：好啊，我锻炼体力，你锻炼权力，最后你升职啊，秃头。嘴上说为你好的人往往只关心对自己有没有好处，他们会用一套看似无懈可击的逻辑伪装成导师，实际是把你当工具人。第二种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这一类人表面上对谁都好，实际上谁都不想帮。他们最擅长在职场里搞平衡术，一句你好我好背后是无数个我最好。这些人靠啥久居高位啊？靠一张嘴，既让领导满意，也让下属糊涂，最后全世界都成了他升职的垫脚石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：连声是是是，出身卑微。这句话的杀伤力直接拉满，尤其是出身卑微这4个字。啥叫连声是是是？本质上这是弱者的生存状态。我能不发表意见就活下去，已经谢天谢地了。那比如呢，领导在会议上狂放厥词，问小李呀，这方案是不是特合理呀？你一听这话，瞬间开窍。反正我说不就是不合理，那我还不如点头说是是是。因为人性有个魔咒，出身卑微的人最怕的不是做错事，而是被贴上不合群的标签。为什么？因为连声是是是其实是一种无奈的自我保护。出身卑微的人不敢拒绝，也不敢做主，只能用附和把自己藏起来，避免成为靶子。但有趣的是，这是是是的哲学有时候恰恰会让人意外的得宠。因为领导对你没别的期待，只要你不否定他，他就觉得你很聪明；只要你不抢他的风头，他就觉得你靠谱。久而久之，你还真的在一群人里苟出了个机会。所以这是是是不是认可，而是别找我麻烦。我们再看喋喋问此见，定然此见缺。职场里什么情况会让一个领导反复追问某件事？不是因为关心，也不是因为重视，而是因为事情搞砸了，他得找人背锅了。你看定然此见缺，那么什么？领导反复追问的事情必定是缺了什么，缺进度，缺质量，不，他缺一个替罪羊。所以喋喋问其实是职场的一种权力的博弈。领导通过反复的追问制造焦虑，让下属自乱阵脚，主动揽责。而领导呢，问的越多，责任离自己越远。这不是问问题，这是卸责任。问一遍是试探，看看下属有没有自觉认错的能力；问2遍是制造气氛，把自己塑造成事事关心的模范；问3遍是正式的甩锅，最终结果错的不是事，是你。所以当领导喋喋问时，真正的聪明人不会急着回答，而是装傻，因为只有傻瓜才抢着背锅。我们再看频频问原因。你以为领导在找答案？不，领导在找问题，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找出问题出在哪个下属身上。职场里，领导频频问原因的精髓只有一句话：问到你承认是你的错为止。那举个例子，领导问这个项目进展为什么慢？你说因为客户的需求变化太快。领导接着问，需求变化快，那为什么你没提前预见到呢？
你愣了，试图解释，因为预算有限呢。领导一锤定音，预算有限呢，你为什么没提前沟通呢？你明白了呀，这根本不是在讨论进展呢，这是精准的阻击呀。在职场，频繁提问不是为了沟通，而是为了掌控权力的话语权。频频问原因暴露了一个职场的潜规则，答案不重要，谁答谁重要。如果下属解释的太详细，他会说你工作有问题；如果下属不解释，他会说你态度有问题。所以最终的结果都是你的问题最大。所以这一段话到了职场，它就是4种人性模式。所以我们再回头再看这4句话，喋喋问此见，身居高位的人通过反复的发问转移责任，掌握权力，频频问原因，用提问制造焦虑，让下属自动揽责，满口好对好，伪装关心，实则获取利益，连声是，弱则用点头求生，却最终沦为无声的工具。这些模式的背后藏着职场里最深的人性规律，谁掌握话语权，谁就可以轻松的甩锅，谁学会服从，谁就注定成为替罪羊。所以朋友们，职场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你要么会说话，要么会挨打，而真正的赢家从来不是最努力的那个人，而是最会推责的那个人。职场的成功公式是什么？嘴勤、锅轻、手慢、命短。我们还要看下去吗？来看这一句，入门相关来意，出言先要拿心。意思是什么？看清楚别人为什么来找你，他们的意图是什么。出言先要拿心，意思是说话要抓住对方的心理软肋，让对方觉得你真正的懂他。每个人的行为都带着目的，不是为了得到什么，就是为了隐藏什么。人不怕麻烦，不怕失败，最怕的是自己的真实想法被看穿。比如说，你有个同事，平时对你不冷不热，突然有一天特别的热情，哎呀，这个李奇他呀，中午一起吃个饭啊。你心想，哎呀，他怎么变好了呢？结果吃完饭，他来了一句，兄弟呀，能帮我写个方案吗？这就是来意呀。饭局的热情呢，只是掩饰求助的借口。同样的套路放到相亲上更绝，有些人一上来就问你，李奇葩，你怎么看待婚姻呢？听上去是聊价值观，其实呢是关钱包，看你回答是不是透露出经济的条件。你没看破他的来意，人家就开始给你铺台阶了。其实我对物质的要求不高，接下来就是步步紧逼了。再看这一句，先奸后龙乃兵家之妙法。那我们上一期已经讲了，谦是敲打，用来打压对方的信心；龙是抬高，用来给予希望，让对方觉得自己还有价值。人最难抗拒的不是打击，而是打击后的希望。真正的控制术不是让你害怕，而是让你在恐惧中觉得自己还能被救赎。你比方说，开会的时候，你的上级领导说，这方案太一般了，毫无亮点。你已经开始发凉了，觉得自己完了。接着他话锋一转，不过思路还可以哦，下次注意就行。你立刻感激涕零呢，觉得领导给了你第2次的机会。结果当天晚上自愿加班到半夜。你再说这个情侣吵架的时候嘛，先后龙那就是情感的杀手锏。你总是这样，不听我的话，真的很让人很累。你低头认错，他再来一句，不过我相信你是爱我的，我们可以好起来。你瞬间泪崩，心想我真的好幸运，却没意识到你刚刚被他先后龙了一波。再看这句，轻敲响脉是江湖之秘宗。轻敲是先模糊的提示，让对方心生疑虑；响脉是再明确的说明问题，让对方彻底的相信你。模糊的恐惧比明确的威胁更让人害怕，人会为了确认自己的猜测而自动说服自己。我们再看，有问不可迟答，无言切勿先生。有问不可迟答，意思是有人问你问题，你要立刻的回答，显得自信。无言切勿先生，意思是没必要的别主动说话，以免暴露破绽。人更相信流畅的谎言，而不是犹豫的真相。说的多一定错，说的少未必对，但至少留了余地。比方说领导问你，这个项目进展的怎么样啊？你犹豫了2秒说还行吧，完了，领导觉得你没准备。但如果你秒答，领导放心，一切顺利，细节马上优化，虽然可能全是假的，但领导立刻觉得你靠谱啊。那情侣间的沟通也是这样吗？
那对方问你，你还爱我吗？你要是犹豫了2秒，他已经脑补了你可能有第3者、第4者、第5者、第6条腿的可能性了。但如果你秒回，当然比昨天还多一点，哪怕你心里想着加班，至少当下他会满意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，谈男命先牵后龙，谈女命先龙后牵。什么意思啊？谈男命先牵后龙，意思是对男人要先打压，再给予希望。谈女命先龙后牵，意思是女人要先夸奖，再指出问题。为什么呀？男人的底线是尊严，女人的底线是关注。尊严需要被保护，关注需要被回应，知道吧？领导批评男下属，你这方案不行呢，太业余了。不过大方向还可以啊。男的当场感动，谢谢老板呐，我一定改。换成女下属，老板直接夸你这方案真不错，女的笑得两眼昏花。第二天一早，老板再加一句，哎呀，不过啊，有几个细节呀，可能需要调整调整。你看，套路完全相反，但结局一样。什么呀？都加班。你再比方说，男朋友惹女朋友生气，直接买来一包辣条，一包他想吃的东西，给他煮一碗热腾腾的面。再说，你今天真好看，女朋友瞬间心软。这个时候你再来一句，不过呀，是不是可以多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呢？他不仅不生气了，还开始反思自己了。这就是龙后牵的杀伤力，先让你开心，再让你认错，还要看下去吗？再说这句，人人后运好，个个子孙贤，这是江湖术士常用的口头禅，告诉你未来一定越来越好。再加上一句夸家人优秀的承诺，让你完全放下戒备。人不是害怕当下的困难，而是害怕没有希望。希望是最廉价的安慰剂，但也是最昂贵的骗局。这套路放到今天，就是各种领导化的大饼。只要大家坚持努力，下半年一定业绩翻倍。员工们信了，结果年底的业绩翻倍的只有老板的年终奖。员工在期待中自愿熬夜，最后不仅没奖金，还得感谢老板的激励呀。就像江湖术士对你说，你未来啊，一定越来越顺，子孙呢个个争气。听的人瞬间觉得这大师真会说话，因为人天生愿意相信美好的谎言，尤其是听起来有些可能性的谎言。你信了，不是因为他懂你，而是因为你需要这一点点的希望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，张武成群，虚房有假。什么意思？人多的地方，虚假的信息也多，越热闹越需要留心虚假的部分。人群最大的特点是从众，但从众往往是灾难的开始。热闹的背后往往藏着冷漠，欢笑的表面常常埋着算计。开会的时候，大家总喜欢跟风附和领导的意见。领导说这个方案不错，瞬间全场点头，对，很有创意。但实际上大多数人连方案的内容都没看完，表面上是三五成群，实则是集体的装傻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，嬉呵成，必定无心。什么意思？那些笑得特别灿烂随和的人往往不太走心，他们表面的轻松，背后可能是隐藏着冷漠，甚至是算计。人性的真相是什么？笑里藏刀，比冷眼旁观更让人措手不及。一个人的热情往往和他的目的成正比。有些人平时对你不冷不热，突然某一天对你特别的热情。哎呀，七哥最近是越来越帅了，你看精气神多好啊，咱们出去喝一杯吧。你心里也挺高兴，因为80%是想让你帮忙写方案、改 PPT， 甚至做项目收尾。他的嬉呵成不过是有所求的伪装。那再比方说，咱们和朋友聚会、同学聚会，有人举杯特别热情，来，我敬你一杯啊，先干为敬呢。半小时后，他悄悄说，兄弟，你真是我兄弟啊，这么些年是吧，就咱俩感情最好，能不能借点钱呢？这就是典型的嬉呵成，必定无心。我们再看这句，来意殷勤，前运必非好景。什么意思？别人对你特别热情，大概率是他最近过得不好，过去的运势不顺，才会主动的示好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热情，每一份殷勤的背后都有标价。当一个人突然对你好，别高兴太早，可能他只是需要你帮忙而已。
我讲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吧，熟人借钱就是这种殷勤的经典套路。你一个小学同学10年不联系，突然加你微信说最近怎么样啊？咱们聚一聚吧。你刚感动了1分钟，他就甩过来一句最近手头紧，能不能借点钱呢？你这才明白，热情的背后全是套路。还有一些平时不搭理你的同事，突然开始帮你打掩护抢活干，你以为他是好人呢，结果1周后他跑到老板的面前，最近理奇葩这项目啊，我是主要负责人，您看我是不是可以申请个奖金？殷勤，你看殷勤从来不是免费的，全是有标价的好感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，言辞高傲近来必定家徒。一个人如果最近说话特别骄傲，表现出一副很有底气的样子，说明他最近呢确实混得不错，过得很顺利。成功的人往往藏不住，失败的人却总试图掩盖自己。一个人的语气往往是他现状的真实写照。比方说你身边肯定有这样的人，他突然呢开始高谈阔论，最近看不上小公司了，都没挑战。我最近呢准备换一辆车了。你一问果然是因为他刚换了个年薪翻倍的岗位。今年确实效益不错。但有些人呢明明过得差，还假装高调。我最近都没空找工作，因为都在思考人生规划，其实只是没面试成功而已。再比方，一个同事开会侃侃而谈，这个方向不对啊，咱们应该调整策略。你心想他什么时候这么有见地了？一打听原来他最近刚接了个核心的项目，腰杆子硬了。高傲不是因为能力变强了，而是因为运气来了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，言不可多，言多必败。意思很简单，说话别太多，越多越容易暴露破绽，话一多迟早被抓住漏洞。嘴巴是感情的通行证，开得太大也容易被吊销。聚会上你有没有碰到过那种滔滔不绝的人，总在吹嘘自己有多少朋友，有多少关系，有多成功？等你真一有事找他帮忙，他会告诉你，你来的不是时候啊，不是我不想帮啊，最近我真的有点分身乏术啊。这就叫言多必败，你吹过的牛终有一天会砸到自己的脚上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亲戚啊？过年的时候坐在你旁边聊得特别多你工作怎么样啊？赚了多少钱呢？有对象没有啊？你刚回答完，他转头就告诉你妈，这孩子呀真不行。这种话多的人，10句话里9句是坑，剩下1句是总结你的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，千不可急，千急必隆。什么意思？打压不能过分，否则关系崩盘。打到极限还得给人一个台阶下。人性是一根弹簧，压得太狠只会反弹。比方说领导开会的时候骂人，李奇葩，你这个项目怎么搞的呀？完全一塌糊涂。骂完后发现呢，你满脸通红，已经快哭了，只能补一句，你努力的方向是对的嘛，下次注意就行了。你感动的流泪，觉得老板人真好，结果当天晚上自愿加班到凌晨。那朋友之间也是一样的嘛，有些人呢先踩你一脚，说雷奇葩呀，你这个人怎么总是这么不靠谱啊？然后再加一句，不过你还是挺可爱的这就叫千急必隆，先把你骂到怀疑人生，再用一句夸奖把你拴回去。这种人都很可怕，不可深交也。我们再看这一句，来意神清，定必无心谈事，出言心乱，定当有意问灾凶。一个人来的从容，往往没有重要的事情，只是闲聊或试探。一个人说话混乱紧张，多半是遇到了麻烦，需要帮助。职场里的从容往往是伪装，真正的焦虑才是真相。比方说这个领导早上心情很好就问李奇葩周末去哪玩呢？这个时候你心里可别得意，这不是关心，而是试探。他其实在想，你都周末了还有心情出去玩，方案怎么还没写完呢？这种来意神清就是无心谈事的假象。相反，当领导突然语气很急，那个客户的事儿怎么办了？这个时候他是真的有麻烦了，心里已经开始出言心乱。职场里的从容就像一场不打折的清仓促销，表面高端，背后着急。越是微笑着问你最近感觉怎么样，越是准备让你卷得更狠。再看这一句，少年过于奢华，其人必然浪子，
老人过于朴实，此辈定是愚人。这一句话扎心呐。那什么意思嘛？这个职场里的年轻人呐，如果过分炫耀，追求表面的浮华，往往心性浮躁，不脚踏实地。年长者呢，如果过分的节俭，不善于投资未来，容易被视为目光短浅。那职场里的浪子穿着最贵的西装，职场里的愚人计算最小的成本。年轻的同事买了最新款的手机，穿着最贵的鞋，开会的时候 PPT 还没写好。你以为他很有能力，其实他只是很会包装自己。这就是少年过于奢华，其人必然浪子。相反，老员工天天拎着5块钱的早餐进办公室，连同事结婚的份子钱都舍不得给。这就是老人过于朴实，小聪明用尽，大局全丢。职场上的奢华看起来是能力，其实是焦虑；朴实看起来是节俭，其实是短视。你以为那些炫耀的人在秀实力，其实他只是在掩饰自己的银行卡的余额。还要往下看吗？且看年嫩至诚，千金可托付之孝子，老来白获，万事无成之比夫。年嫩至诚，千金可托之孝子。我家里种了葱怎么看着像韭菜呀？这个年嫩至诚，千金可托之孝子。年轻人如果志向坚定，态度诚恳，值得信赖，适合承担重要的责任。老来白获，万事无成之比夫。年长者如果碌碌无为，忙忙碌碌却毫无成果，容易被看作无能之辈。扎不扎心呢？扎心，对不对？所以职场的价值不是看资历，而是看行动力。有些年轻的同事看起来年纪轻轻，但做事特别靠谱。你给他一个任务，他能把每个细节都落实好，这就是年嫩至诚，千金可托。那些混迹职场多年的老员工，天天忙着总结经验，却从来没创造过结果，这就是老来白获，万事无成，却特别能讲。职场里最危险的不是新人，而是那种经验丰富的老人。你给他一个项目，他能用经验告诉你为什么干不了。男儿问苍女，此乃终日谈烟花之俗子，意思大家都懂，是吧？我就不解释了。那放到职场里呢，这种人他关注这个浮华的表象，沉迷无用的社交，往往最缺乏实干能力的人。这种人注重形式，忽视实质的工作。职场上的俗子是什么呢？就是忙着搭关系，却忘了交业绩。有些同事特别喜欢搞关系嘛，整天请客户吃饭，跟老板套近乎，结果手头的项目拖了3个月没进展。你以为他很忙，其实他终日谈烟花，是职场里的表演型人才，把时间都花在没用的地方，最后结果还是一地鸡毛。所以这一段话看似是古代的官人术，实际上它揭示了职场的真相。每一种表象的背后都藏着动机，每一种行为的背后都有算计。真正有价值的从来不是形式，而是实质。职场里最可怕的不是做事的人变少了，而是做表面的人变多了。这就是阴药篇的第2集，那还有第3集、第4集，还要听吗？好嘞，您明天再来听不一样的故事，就在李奇葩说。如果您非常喜欢听李奇葩和王大爷讲故事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。